欢迎收看《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翟轩。马上欢迎一下这个阶段加入我们讨论来宾，耶鲁政治学博士郭正亮，大家平安。前大使谢文吉，大家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国际事务专家赖岳谦。主持人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好，我们上周有提到说雷神啊卖给我们是不是涉嫌福报价格，就有人去问到了国防部长顾立雄，他说啊，这个是我们从头到尾都是跟美国在签约哦，因为检视他们卖台的军售当中，长程预警雷达3阶段15年期，维持费高达377亿元哦，几乎我们是可以买一套全新的雷达系统了，所以根本就是报太贵了嘛。那顾立雄的讲法是说，相关维持费每年不同哦，会根据我方的需求来跟美方签这个议定哦。那所以现在目前军售案，我们对口的是美方，不是雷神。他说，所以美方要负完全的责任，然后去帮我们追讨雷神的不当得利，甩锅给美国，然后叫美国去追究这个事情，然后就跟他们国防部没有问题了，这不是国防部的错，这是美国要我们买的。那这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意思在？不要去质疑美国爸爸。那再来看到这个顾立雄回应这个问题，人家讲说我们当时爱国者3型飞弹这个重舰测案，那其实呢，当时我们编列的预算也是先斩后奏啊，那你怎么可以这个样子呢？就是好像你们自己就先去签约了，然后没有经过任何的一个审查程序哦。他说相关程序上面真的是有瑕疵哦，那事后已经惩处并且补正，全案也是通过立法院的审查，但事实上我们看起来现在就是是不是我们总是在花一些冤枉钱，然后但是并没有达到真实的一个这个所谓国防的效果。那我们现在连警察都要备战了嘛，说美军要协训打城镇战哦，用海豹部队的这个步枪买神鬼认证装甲车，在114年度的内政部警政署的预算，竟然看到我们现在连保安警察第2总队就是保2总队，他们现在关键基础设施的防护上面已经纳入了这个特殊的详定了。可是问题是，这跟我们一般民众的想法好像有点落差哦。我们大概有66%的民众，就是6%的民众认为，我们不应该一股脑的全部倒向美国啊，应该是这个不应该特别亲美或是亲中，我们应该保持一个比较中间等距的立场哦。连续2年测出来的这个结果都是如此啊，那更何况就是你们现在好像美国说什么我们都不敢要这个回嘴，或者是说有任何的反抗哦，好像已经被美国彻底的拿捏了，这真的是全民所希望的吗？那再来看看这个美国智库也提到了，就是说这个兰德智库的一个最新研究，台海如果发生冲突的时候日韩菲的基地不见得能够借美国来驰援哦，因为这些国家其实他们会觉得说，我们自己没有必要卷进去这一场战争当中，他们并没有受到中国大陆的攻击所以他就分析了这几个国家可能会需要的决策，或者是说会考量的点，比方说像是南韩，他必须要专注在北韩的威胁上面，他不见得会来借给美国借道。那菲律宾也要考虑说，中国大陆可能也会对菲律宾出手啊。那日本的话，也要考虑他们自己国内的舆论也是需要时间来做决策的。所以可能这个美国的军力投射是找不到其他地方比较接近第一岛链的这个相关地方来做投射的。那所以我们来看看，继续来在第一岛链拱火的话，英美澳现在说要联合来抗衡中国大陆，他们现在在测试的是说，距离澳洲大概1.6万公里的葡萄牙，他们现在已经成功的操控位于这个澳洲的海域的无人艇，也就是说，在这个1.6万公里的距离外，我就可以操控在澳洲这边的无人艇的一些方向跟动作，所以打算是要用一种远距离的投射式的这样的一个战备吗？那其实对于投射式来说的话，中国大陆解放军他们在海上倒是有这样的一个中继平台除了海军的075型的2栖攻击舰，还有071综合登陆舰之外呢，其实他们还有这个中继平台，也已经成为中国大陆的海军跨海作战系统一个主要的作战组成力量。那这个中继平台还有一个特点，
它可以不断的移动位置一方面防止针对这个作战任务需要的这个靠前部署，另外一方面呢，防止被这个敌方精确的掌握位置来进行打击，所以它的这个等于说灵活性更加的高。那另外这个中俄现在目前的这个联动上面也让这个北极的地缘政治也更加升温了。我们来看《华尔街日报》这一篇报道，他说在北极圈内的挪威斯瓦尔巴群岛就在这个地方，挪威斯瓦尔巴群岛现在目前已经变成中俄的这个前沿阵地。中俄两国呢，现在试图控制北极的贸易线路，那是在损害西方的利益的情况之下，在扩大这个地方的军事存在。那当然，这样的看法是来自于美国，他们觉得说，你是来威胁我的吗？那挪威的外交大臣呢，他们就表示，我们看到现在北极的地缘政治博弈已经再次升温了，所以因此把他们已经推向了这个好像战争或者是这个地缘冲突的最前沿了。那还有现在中俄的结盟强化，有这个安全官员指出现在他们持续强化这个趋势这两天还有这个中国大陆不是也把海警船拉到了北冰洋吗？所以中俄都把船开到了阿拉斯加附近。根据大陆的媒体他们讲说，这没错啊，因为你可以来我这边，你可以到第一岛链这边搞事情，我们也可以去，你可以来，我也可以往所以美国的军舰能够开到太平洋，我们也可以去到你们这家门口来溜达溜达嘛，等于说把威慑做到你的面前。那其实前一阵子不是赖清德有对俄罗斯一番喊话吗？爱魂条约去刺激了俄罗斯原来我们现在这个都还持续受到俄罗斯的骇客团体的攻击那现在包含了联电啊、伟创啊、台塑化的官网攻台1个月都还没攻完呢，这被亲俄组织盯上之后，从9月开始持续的攻击我们的金融设施还有政府的单位这些网站所以赖清德这件事情好像都没有人在报道了，以为已经落幕，没有，我们现在这个气这个俄罗斯的气还没有消呢。那我们先来问一下亮哥怎么看？顾立雄这种说法，那意思就是，如果不是美国司法部接到爆料，那我们也就不知道了嘛。那美国政府跟我们签约那个价格就是高的因为美国政府一开始被雷神忽悠嘛，所以等于是我们都不查。因为事实上这个东西为什么会引起争议因为就是雷神这个长期预警雷达，难道在国际上都没有参考价格吗？一定有，对不对？那我们跟美国政府签约没错，可是我们难道一点怀疑都没有？说怎么这么贵啊？是我们买的那结果是有人到美国司法部检举，我怀疑是商战就雷神的对手那就把他爆料，然后司法部进去调查才发现，我听说这个坦白讲这个我们国防委员会的委员真的要查啦，因为我有看到英文那个爆料的原稿事实上也包括卡达啦，事实上那个卡达那边就查出佣金有190万美金，所以我坦白说，就是说这个事情，顾立雄不能这样回答啦。你这样回答就是美国如果不是司法部爆这个料，那我们就被跪了。我也没办法我们都不用把关，两手摊着，说我一点办法都没有。台湾国防部一点去比价的功力都没有，不就这意思吗？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这个不构成答案啦，因为我们讲白了啦，整个东亚地区跟美国买武器的国家这么多，中东也一大堆美国很难有一个设备只卖台湾的啦。所以我觉得国防部要做说明不然顾立雄也要回答一下，为什么国防部出那个新闻稿，凶成那样对，爆你料就是中共同路人内容农场一开始说内容农场说一周刊那个是内容农场结果证明就是美国司法部的资料国防部发新闻稿了，要不要出来道歉拜托一开始就会凶，我就怀疑你有内鬼，不然你在凶什么？对不对？你以为你凶我们就怕你拉法叶当年阿扁是怎么爆料的？国防部还不是凶得要命，最后怎样？一堆人下台，对不对？所以我认为不是这样就可以结束的啦。这个
国防委员会真的要用力一点啦，还有我们跑军事线的记者，国防部的新闻稿越凶，就表示越有内鬼，要彻查到底。为什么对这个价格都无所谓？你怎么知道雷神没有给佣金啊？要不要查一下？不是渎职，就是有内鬼。所以我认为一定要朝弊案的方向来做调查。就是急了啦，就怕这个东西掀开来，血流成河啊，所以先凶再说。我们先问一下这个大使。其实这个案子的话，其实非常好查。其实我们也不要太低估我们自己采购的能力。事实上，我们跟美国这个采购军火啊，不是从民进党政府看几十年了。我们这些对于军武了解、采购过程了解啊，相关法律程序了解的人太多了，真的太多了。那所以就变成就是说，这里面这个最后是由这个美方发现我们吃了亏，这个是一个很奇怪的一个很奇怪的一个案子，然后我们才回来在这边检讨。然后我觉得就是说，顾立雄讲是跟美方签的约，所以好像这个跟雷神一点关系都没有我觉得有点太简化了。对，这个我觉得就是说，刚刚这个郭院讲得很好，其实了解采购程序，然后知道这作业方式的要看这个程序上有没有问题。然后呢，这里面有没有弊端，事实上现在是应该很严肃的要查，因为我们这些年来尤其这几年蔡英文这几年我们对美方的采购是非常非常金额非常非常的大，而且这里面严格就非常非常出现一个非常严重的现象，就是说我们对美方基本上没有办法提出任何买方应有的这种权利的主张。美国这种比如说美国这种交货一直的延迟，那这个契约里面一定有这种延迟交货的这种惩罚条款一定有这种条款。如果没有这种条款的话，不可能这种契约不可能签得下去，不可能说我跟你买一件东西没有交货时间，交货时间过了也没有关系。那问题就是说，那你要交货时间干嘛？对，所以这个虽然就是说我们在采购的时候，当然是并不是完全的这种买方100%的这种可以站在我们的立场要求，可是也基本上也可以照约行事那如果当时签约的时候我们就没有这些交货的条款的话，交货的时间、交货的条件的话，那个约就签的就有问题。那现在问题就变成美方这种延宕的情况。我没有看到这个现在的政府从蔡英文到今天这个赖清德政府有做出任何有利的措施而且这里面我觉得在执行现在在经办执行对美采购的人，我觉得他们有一个心理上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怎么讲，有一个阴影在那个地方，叫什么？不准移美。赖清德亲自讲了，不准移美，拜托我们跟人家签约的时候都是防弊的，都是要确保我方权益，当然是对方是一种怀疑的态度啦。对，那你不准移美，那你这个约怎么签下去？先跪着签。对，从来没有我们跟任何一个国家交涉的时候，你先开始说你不准怀疑他，那就完蛋了。这不是商业上面的这样的一个那这种最高上面的指示下来以后，下面办事的人没有一个人敢认真把关。美方只要一抗议一凶起来，他说好，为什么？美方都说你移美你移美，你们最高当局就说不准移美。所以这种气氛就表示这个主帅不行。他这一句话讲下去影响非常的大，包括我们跟美国的这种各种重大契约，这种谈判都会受到影响。我们的国家利益就没有办法让第一线跟美方交涉的人员他能够坚持立场，所以他基本上他就已经他的后方已经跟人讲，你不准去跟他玩硬的，你不跟他太认真，那就完了。所以就变成就是说，我觉得现在我们真的是全世界跟美国打交道唯一有一个后面有一个负责的人跟我们的人说，你不准怀疑你的对方，那我觉得那根本就是怎么讲，
就是已经弃甲易兵了嘛。美国人要什么就说什么，所以现在弊端丛生，就是这个原因。对，好像我们之前买疫苗也同样也是这个样子啊。那莫德纳买了不来就是不来，我们也好像没辙，因为不能怀疑美国。对，来老师，顾立雄不能够欺负台湾人哦，我觉得更不能够忽悠啊，这个欺骗台湾人。我相信，因为你学法律的，你很清楚整个来龙去脉。道理很简单，我们台湾军方向美国采购武器，基本上就2个系统。一个就是透过商售，就是商业采购。那商业采购不一定能买得到，因为最后还要他们的国务院，对，然后再送到这个白宫，而且还要国会同意。另外一个部分里面，就是我们军方最常采用的就是军购，也就是军售案、军购，直接由向美国的军方那么递出我们的采购清单，由美国的军方来进行审核讨论以后，然后他们觉得可以帮我们做，那这个保证一定可以买到货，但是价格会贵一点。价格贵是贵在哪里呢？贵是因为我们是经过美国的军方做转手，所以美国的军方会赚一手，但是它有公定比率的价格。顾立雄，你可以查一下，你绝对清楚，你可以查一下，也就是说有一定的国际的美国国内法规定的一定的比率，那就是美国的军方抽那个佣金，然后再向这个跟美国军方合作的这些军工复合体去采购。所以价格基本上台湾可以掌握，可以提出来，价格我们可以提出来。那我相信，我为什么会说顾立雄不能够欺负我们台湾人？一个维修每一年的维修价格，怎么可能会比一个新品价格还要贵？在全世界有这种事吗？如果是如此的话，我们为什么要买？我们当然是买一个新品嘛，而不是买这种维修的这种价格。而且你一旦提出维修价格报价出来了以后，你着项审查，你就可以知道哪一些地方不合理。台湾又不是没有军事专家，台湾又不是没有科技专家，随便一问，又不是说没有人懂国际的采购的问题，或是其他国家有装这种类似于八爪雷达的，怎么可能会毫无所知呢？这代表什么？里面有鬼，里面有鬼，送到国防委员会，送到院会。为什么这些执政党的立委、在野党的立委不帮我们把关？对，我们老百姓的血汗钱就这样子被这些人这样污走了，被这样子浪费掉了，被这样贪污掉了，然后我们的立委也不把关，我觉得这个岂有此理，这个简直是岂有此理。然后到今天为止，请问一下你顾立雄，你说你要向美方，你向美方的谁要求追究责任？你如何追究责任？要追究什么方法？什么责任？你要告诉我们嘛？对，具体的告诉我们，你向美方谁追究责任？什么样的责任？你讲清楚。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州马上回来。好，欢迎回来，新闻大白话。我们马上来关注一下，是不是纳坦雅胡已经杀红眼了？现在这个以哈战争周年前夕，以色列又对贝鲁特发动了至今以来最猛烈的空袭哦。根据路透社的报道，他说以色列在夜间的时候大规模的轰炸，导致呢这个震撼了贝鲁特全市，而民众是从这个几公里之外就可以目击到，将近30分钟的爆炸引发的红白色的闪光哦。那其实呢，以色列这样子对黎巴嫩进行地面行动的袭击，直接是针对了这个真主党150多个据点。那他们的第98师还有第36师的部队一直在黎巴嫩南部的村庄寻找摧毁武器库啊，还有隧道啊、竖井以及其他真主党基础建设的一些设施所以就不断用这种轰炸袭击的方式啊。因此，现在这个黎巴嫩真的可以说，这个每天都是可以看到这样的爆炸呀、闪光啊，真的非常非常的不平静那还有北部一处的这个以军的基地，是因为黎巴嫩他们也进行一个反击，他们使用这个无人机来空袭了以色列北部海法市以南的一处以色列的基地所以现在看起来这个战火并没有因此降温。那再来加萨这里其实以军向加萨北部绝大部分的地区已经发出了撤离令。
他说什么呢？他说又有一个战争的新阶段，所以他一方面往下，就是往这个加萨这边的北部，就说有一个新阶段正在进行；一方面往上，就是根据黎巴嫩的南部在发动这样子的一个袭击然后地面部队进去，他在这个等于说南北方向在拓展他这个以色列的这个领土范围嘛。那还有呢，他们也对这个加萨清真寺进行一些袭击你看他都不管了，现在对于庙宇啊、医院啊、学校啊这些我们在战争当中不可以去攻击的一些这种建筑跟设施他就照样攻击，所以酿成了一些死伤那他们这样子发动了，他们就其实说靠近加萨走廊北部的这边这边都发出了一些这个防空警报，以军也侦测到多枚的这个火箭弹就是从加萨北部地区也在进行对于以色列的反击。那当然这一个不成比例啦，不论是加萨或是黎巴嫩的反击，对于以色列来说都是不成比例的。那至于伊朗呢？伊朗其实我们看到这个匿名的军事官员讲了，以色列国防军正在准备回应这个以色列平民以及以色列的遭遇要用前所未有的这个方式来进行对于伊朗的重大报复。以色列媒体也在讲说，他们现在正在准备这个军事报复，都还在准备当中。那这个我们看加兰特。他讲说，伤害以色列的下场就会像黎巴嫩跟加萨一般，所以他们现在正在酝酿所以他这个杀红眼的状况现在是7路攻击甚至是纳坦雅胡在讲说，我们就是7路攻击，已经大开杀戒这个中东大战可以说被以色列到处这样子开战线真的已经算是已经展开了。那再来我们看一下，现在很多国家都已经看不惯以色列的做法遍地开花。我们用一个世界地图来看在欧洲这边德国、法国、西班牙、意大利还有南非菲律宾澳洲墨西哥，甚至是美国纽约都在处处开花，遍地开花，在抗议以色列因为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他们就其实在去年10月7号突袭了以色列，以军就展开了报复嘛，现在就等于说已经到了这个1周年了。现在世界各地都有出现声援巴勒斯坦平民的一些反战示威那在英国伦敦，我们来看看相关的画面就已经有很多的民众上街头在高喊，就是停止轰炸平民就是挺巴勒斯坦的一些无辜的平民老百姓因为他们真的这1年来就像活在炼狱一般。在意大利罗马也是爆发了警民冲突因为很多支持巴勒斯坦的一些意大利人也是站上街头在呐喊他们的诉求，希望能够听到这个以色列能够停火的这样的一个声音但是问题是这恐怕这世界各地的一些怒火以色列听不进去那就连这个美国纽约同样也是现在目前也在爆发一些相关的冲突美国纽约他们这个时报广场上头有抗议者戴着这个黑白色的头巾，高喊着加萨黎巴嫩你们将会奋起，人民与你们同在，而且还举着一些横幅，要求对于以色列武器禁运因为最重要就是你美国一直在后面支持着，你要以色列怎么停战呢？那还有包含了德国柏林、波兰，其实大家都已经受不了了，已经看不下去以色列这个做法，更不要说以色列他自己国内都已经有非常大的反弹声音。我们也来看一下以色列的民众也都是愤怒的走上街头要求就是要赶紧跟哈马斯达成协议他们在他们的这个特拉维夫爆发了这样抗议的活动，那数千名的这个民众走上街头抗议。现在纳坦雅胡一直在处处引战希望这个以色列政府赶快跟哈马斯达成停火协议，促成被扣押的人质能够赶紧获救，而且不要再继续到处开战线，以色列自己也受不了了。我们先来问一下亮哥怎么看？没有啦，不是以色列自己也受不了，那顶多只有100万人以色列有900万人以色列70%是鹰派啦，所以你不要被街头的群众迷惑了啦。但还是有这声音没有用你没有军事力量就是没有用我跟你讲，现在在赌的就是以色列认为美国在大选1个月就要投票，所以美国他吃定你一定要挺他啦。所以以色列的鹰派目前是希望把战争扩大，扩大到美国被卷入，那是最好，因为我认为美国已经默许他打黎巴嫩了啦，至少可以打黎南我认为这个已经默许了。那伊朗的部分，
拜登是怕有变数，所以说核设施你不可以打。那可是油设施可不可以打？不知道哦，因为现在油价涨到78，可能还在往上啊。那拜登是怕最后1个月万一 hold 不住，那通胀来了怎么办？那贺锦丽怎么办？拜登只有在想这个，所以我认为是我们这个叫10月惊奇啦，那两边在博弈啦。就以色列就吃定你10月非支持我不可，因为共和党也是支持以色列啊。所以10月刚好是以色列鹰派的最好机会。所以他趁势要把战争打到最大，包括打伊朗。那如果伊朗真的又做回击，我认为美国非跳进来不可。你去看美国实际上在做什么动作嘛？2艘航母过来，然后中东地区64个美军基地全部动员，然后还加派3000个陆战队过去。他现在在那边集结的兵力超过5万人呢。美国啊，那你这种动作是什么意思？就是在准备战争嘛。你只是说不一定要打，那可是万一以色列真的干了，然后让伊朗介入，我认为美军就是要介入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才是真正的局啦。那至于那个欧洲有人示威，这有什么稀奇呢？比如说这里面最关键的是英国嘛，因为那个暴风眼，那个 Storm Cloud 那个导弹就是英国提供的啊。所以英国群众赶快去跟那个 Starmer 要求他不要提供啊。就是说你那个示威要作用在要害上了。比如说马克龙就直接讲啊，他主张不要再提供以色列武器啊。那其他那些国家都是多的啦，他们根本没有给以色列武器啊。所以意大利、德国这边游行有什么用？一点用处都没有啊。只有英国是有用的，因为英国真的提供了那个暴风之影那个导弹，那英国就不要提供嘛。所以我认为这一局，我认为示威啦、联合国抗议啦、各国制裁都没有用啦，因为以色列认为就是1个月，我这1个月要把局搞定，就是既定事实啦。那既定事实之后再来谈吧。就是以色列先不管国际舆论，我不管了，他不会管啦。没有人可以拉得住他了。因为在现场有出兵能力的，我们讲坦白讲，除了美国之外，有出兵能力的只有俄罗斯啊，还有伊朗啊。那俄罗斯也不动啊，因为俄罗斯跟犹太人关系也不错啊。好，来请教介老师。其实以色列现在在战场上用的最厉害武器都是美国提供的。最重要的是那个钻地弹。钻地弹都是美国拿手的，一下去可以钻到30公尺，所以他现在打这个贝鲁特啊，也是这一类的炸弹，因为他认为这都是他的情报收集以后啊，认为这都是属于真主党的相关的阵地，所以他已经连续打了一两个礼拜了，那都在打贝鲁特啊，那基本上都在他的战略目标、战术目标就是消灭真主党在这个黎巴嫩的据点嘛。可是问题就变成就是说，这些据点都不是军事基地啊，也不是像这个伊朗打的这个什么这个以色列北部一个空军基地，那个附近基地里面没有平民啊。那这个真主党的这些被以色列认定基地都在住宅区里面，所以他这个飞弹打进去的话，都是怎么样？都是打死的也不晓得是真主党还是不是真主党。那很多都是确定不是真主党的，是儿童吧？对，儿童你不能说他是真主党，所以基本上他的打法就跟在打加沙走廊一样。那就是说无差别的攻击。所以你看，在英国的这个群众示威群众，他用的是什么？他用的是 genocide 嘛 ，genocide 就是种族灭绝。对，也就是他根本就不是跟你区分什么战斗人员跟平民的，他本来就是连平民一起杀的。你如果要屠杀平民的话，那你这就是属于这下种族灭绝。所以这个已经打了一段时间了。那地面部队现在也进去了。刚进去的时候，事实上的话，那个真主党也展现他的战力了。到现在为止，我看到的资料就是说，以色列阵亡士兵9个人了。所以对以色列来讲，他非常珍视他自己士兵的生命。所以现在很多地面的战争啊，地面部队他改在怎么样夜间来进行，
因为他的战争，他的部队有什么？有夜视的装备，所以他用他的装备的优势呢，打这场地面战争。可基本上他也是很坚决的进去打了。那我今天上午听这个美国一个媒体一个说法，其实不只是一两个媒体这样讲，就是说其实内塔尼亚胡执意打这场战争，那么美国有一部分人认为是他基本上就是在帮助川普。他这一场战争把他打大了，然后呢，基本上是让谁比较难过呢？让现在的执政的拜登，所以这个对拜登是很不利的。所以拜登一直基本上也在跟这个他在这个黎巴嫩战争这样，他一直是怎么样？他一直是保持一个保留的态度。可是呢，基本上他又不能不支持以色列。对。因为拜登在记者会里面，人家就说你要你限制这个以色列这个不能打那个不能打的话，那你到底对以色列还有什么？拜登说了一句话，他说这个世界上没有比我更支持以色列的。那所以以色列今天在这些中东地区这些留下的冤魂，造成的这些百姓的伤亡，拜登是不是要负一部分责任？好，来请教赖老师。现在在以色列，它是10月7号的上午10点那在之前上个礼拜周末的时候，我想很多的媒体都说10月7号会有大事发生，因为10月1号的时候，伊朗打了这个以色列的2个空军的军事基地，然后以色列就扬言说伊朗你要倒大霉了，你犯了大错，那他将会对于伊朗实施史无前例的报复行动。这个时候我们看到欧美的媒体就一直说就是定在10月7号，因为10月7号去年的今天就是在以色列发生悲剧的那一天，那个是悲剧。在当时以色列完全有权利、有合法性、有正当性对于这个哈马斯进行报复行动，但是经过这1年以来不成比例的报复行动，还有就是无止境的杀戮，还有就是对平民百姓的无差别杀了4万多人以后，以色列成为全世界的公愤，全世界几乎所有的有良心的人都对以色列表达愤怒，不管在欧洲、在美国，绝大部分的年轻人对以色列表达相当大的愤怒，除了台湾的绿营的以外绝大部分都受不了以色列人对于这些无辜百姓4万多的老弱妇孺这样的一个杀害。好，那伊朗它有正当性，有合法性，对于以色列的军事基地2个空军基地，一个摩萨德的基地进行反击，以色列就扬言一定要反击，所以大家都说10月7号。那今天已经是早上了，我们来看看今天会不会发生。我的估计，以色列它的工具不多，手段不多，它陷入两难。为什么？因为它没有办法对伊朗进行对加沙地区所做的事，所以以色列的国防部部长讲大话、讲谎话，讲了他做不到的话。为什么？以色列攻打加沙的时候是地面部队进去才有效，但是以色列无法把他的地面部队派进伊朗。如果他派进伊朗，那么几乎可能会全军覆没。所以对以色列来讲，他对于伊朗唯一能做的就是用导弹的方式来攻击。导弹的方式来攻击，它要经过黎巴嫩，要不就经过叙利亚，要不就经过这个伊拉克，要不就要经过约旦了。那约旦的中立地位就会受到质疑，要不就经过沙特阿拉伯。沙特阿拉伯怎么可能让它领空，让它的空间让以色列导弹穿越过去？所以它势必一旦发射导弹以后，会引起周边国家的连锁反应。但是问题是，导弹的攻击不会让伊朗就此以后就瓦解。就屈服，伊朗也会反击过来。那如果以色列对于伊朗的核目标、核设施或是石油生产基地进行攻击，伊朗就有正当性、合法性，对于以色列的炼油厂、这些基础设施、发电站，甚至大规模的人的居住的地方来进行大规模的攻击。那这个时候导弹的误差度就不是10公分不是1米的误差度了。因为原本
你要炸一个空军基地是很困难的，因为你的精准度要很高。可是你炸一个炼油厂、一个石油的储存槽、天然气的储存槽，它的精度不用那么高，那很有可能会造成一片的火海。所以我个人觉得，对于以色列来讲的话，他虽然讲的声音很大，但是他能够选择的空间很有限，这就是他面临的一个两难的一个处境。很有可能以色列他最终，因为美国现在已经提出一个条件了，说你如果不打或是少打，我就给你一些东西，送你一些东西，那这样来做交换。所以我们看到以色列今天会不会打？一开打，中东的战火就爆开了。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好，中国大陆的11连假已经即将要收假了，到处都已经出现了这个收假的人潮车潮啊。那当然还有一方面在备战，就是 A 股正在备战当中哦。大家想说啊，明天的 A 股开盘啊，很多人讲说，看到现在这个港股的走势 ，A 股的看起来哦，好像还是会维持这个上涨的格局。那很多人都甚至还提前上班哦，新的股民都讲说，我都等不及啦。那为什么讲等不及呢？因为他们明天还不能买哦，因为新申请的这个证券户哦，要等到这个10月8号才能够完成，也就是说明天这个开户的这个开市的时候，他们这个户头哦才算是正式完成。那10月9号才可以进行交易，所以他们好急哦！哎呀，又错过一天呐，就是着急的不得了。那你看这个沪深交易所，他们也是从10月6号开始，有一些券商就已经先提前开工啦，就赶快来这个动员，然后甚至负责在开户啊、交易啊什么，然后大家在那边演练哦，怕有这个巨量的这个单量进来，他们要怎么样来调配人力哦，已经在进行备战啦。那还有这个 A 股的交易时间有进行调整哦，因为用30分钟的这个集中申报会造成拥堵，所以他们现在改成就是瞬时接收数据这样的一个模式哦，就是积压5分钟的这个券商可能会委托单太多，那所以他们有进行这样的一个微调。那人家讲说看起来这个曾经在恒大集团的首席这个经济学家任泽平，他讲说应该呢明天就是开盘即收盘哦，开盘即收盘就是说可能一开盘涨停了，就是大概这一个盘面就会一直到收盘结束都是同一个盘面哦，所以开盘即收盘这样的言论也登上了微博跟百度的这个热榜第1名哦，他就是看好 A 股，还说这个人民币资产呢领涨全球，第1名1年的 A 股跟港股短短1周的涨幅已经超过了美股、日股，港股更是登顶哦。那所以现在下一个开市的 A 股就是大家众所期待之地。再来，这个根据统计啊，这个中国大陆的股市哦，光是1周就有139亿美元的资金流入，已经创下了第2高的纪录啊。那今年到现在为止呢，中国大陆的这个股市里头，资金已经达到1140亿美元，那包含了像淡马锡啊、红杉资本、贝莱德、高盛、摩根士丹利这些机构哦，也都出现在一些半导体类的上市公司的研究名单里面，大家都赶快要来布局中国大陆的市场。这1周看起来，这个利多出现之后，陆股已经涨了21%了，就有人担心说，会不会接下来要割韭菜了呢？或者是说，接下来真的还会逐步往上成为一个牛市的这样的格局呢？所以现在目前看看外资的一个看法哦，大多都还是以唱多为主，像是高盛他们觉得，这个中国大陆这次推出超出预期的刺激措施，那所以也推动了全球的对冲资金哦，通通涌向了中国大陆的股市，导致呢现在已经出现了有史以来最强劲的单周满盘记录。那根据彭博报道，像是贝莱德也增加了中国大陆的股票的持股哦，还有摩根士丹利也认为未来这个涨幅可能还会有10%到15%。那现在看起来，
这一回为了要因应这个，等于说大家都想要抢进股市哦，他们不但有做压力测试，而且还是破天荒在假期哦，很多都是没有在放假，在受理一些期货在开户哦，因为很多的外资都希望能够赶快涌进这个市场，所以他们就赶快用期货开户的方式来因应外资的进场。那谢峰也在受访的时候罕见的谈到股市，大陆驻美大使突然也谈起了股市哦，他说中国大陆的股市涨疯了。那现在中国大陆的股民是在排队开户，外资呢也都是跑步进场的状态，大家都不想错过。那不止股市很夯，就连这个房市都是不得了啦。一线城市的看房哦，说这个置业顾问忙不过来啊，半夜还在转账订房哦。原本他们想说啊，这个银石要出现啦，所以他们看起来这个第4季应该会出现明显的反弹。那这个有20多个城市，20多省跟130多个城市，他们也跟着这个等于说上广深一起宽松政策，推出了非常多的促销线上线下的一些活动，那甚至还有一天卖出40-50套房的这样子，4大1线城市成绩单这样子，有些这个等于说销售人员讲说，哇，他们还跑到了凌晨哦，这忙到不行啊，都没时间吃饭了。深圳甚至还讲了什么话呢？深圳他们的这个销售额哦，连二手交易量啊、挂牌量都是一起提升。他们说现在已经不能叫银石了。银不够啊，要叫金石啊！这个房市热成这个样子，我们来问一下亮哥怎么看？这个房仲的话最好不要听啊。这个明天啊，那个发改委早上10点要开记者会啊，那它的题目就叫系统落实一揽子增量政策，扎实推动经济向上结构向优。发展态势持续看好，而且带着4个副主任一起开记者会所以明天股市一定涨的啦。那会涨多少我不知道啊。那如果像任泽平这样讲说一口气全部涨停，那这个股市就结束了。因为外资不是说会涨10%吗？那涨停就是10%，那就是从3336一股气涨到3000将近7耶。3700耶，那我看大家就该抛了啦，该抛售了啦。所以你觉得高点就在3700是？不是第一阶段一定是这样啊，就是你如果一口气全部涨停，因为任泽平有一个主张，我认为是有问题的啦。他说中国大陆的那个增量的货币要用10兆人民币了。我认为不太可能的啊。现在大家比较务实的看待是认为。今年有可能会增加1到2兆啦人民币啦，就我刚刚讲的那个增量啊，因为我认为中国大陆也不会疯狂到这样，而且这样的股市涨幅事实上并不好。我们纯粹从那个股市的操作面来讲，因为你一定要有那个资金的进跟出啊，慢慢堆叠啊，比如说那天港股不是暴跌嘛，那很好啊，让没有信心的赶快离开啊，不然你跑来跑去。造成我们投资的账不是跟坐过山车一样，对不对？所以跌有时候是好的，因为让没有信心的离开，那你那个堆叠起来的那个盘才会扎实。就你那个底的拉高才会比较实在啦。比如说现在大家就在想说，新的底可不可以撑在3500左右？那这个就需要进来的资金很稳定哦，而且不能是散户的钱。必须是法人的钱，那这样才能够慢慢再堆上去了。那如果去梦想那种一下涨停的个股有可能啊，可是全股市都涨停，这简直匪夷所思啊！而且我们看这2天的港股，事实上，今天我没有看啊，前天是港股是跌330，那昨天港股是涨533，所以是小幅往上升，因为港股比较早开盘嘛。那今天就我还没有看盘，我不知道啊。可是我的意思说，基本上你可以看到港股已经不是那种暴冲的姿态了，已经不是了。好，我们来问一下谢老师。对，今天这个我想就是说，影响中国大陆不管股市、房市这样子的一个突发性的这个
暴冲的一个感觉啊。那当然是跟政府的政策有关。那你要知道，中国大陆它的体制跟一般一般国家体制不太一样，它政府的能量非常的大，它政策信号，它的政策讯号，一般社会还是蛮敏感的，而且他们相信。也就是说，最重要的政府政策一出台以后，那这个会影响到市场非常的大，因为在大陆那个环境的人，可能他们会觉得他们的政府的能力是很大的。如果政府真正决定要做的话，手上最多资源跟工具的就是大陆的政府。那他现在这样投入的话，你可以看出来，这个反应，市场的反应就是这么激烈。那最主要，我觉得就是说，对于经济的问题，当然我没有看过去这么漫长的历史有没有这样的案例，就是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然后呢，对于经济措施对于进行了几乎细节性的指导。那这里面他很清楚的，他讲说要努力振兴资本市场。资本市场是什么？就一般来讲，就股市嘛，对不对？努力振兴，然后要提振投资者信心。那另外一方面呢，房地产应该要怎么样？4个字：止跌回稳。这些就我做一个，我曾经在政府里面服务来讲，这都是政府政策规定。那你下面的人，所有在政府里服务的人，你交不出成绩单，那你就得下台了。对啊，这是很现实的。对，所以我看到连谢峰他都要讲这些话我就知道他基本上大陆这个政府的贯彻能力是非常强的。跟大陆政府接触过，你就知道他是使命必达，他那个政策的贯彻能力非常强。基本上你可以说从管理学上来讲，我们觉得大陆上是 top down 比较多的，自上而下。那这一次由中央政治局，而且习近平亲自主持的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对于经济做了这么明确的指示的话，各级政府如果交不出成绩单的话，很多人可能要负很大的责任。好，来请教赖老师。政府如果继续还在做多的话，这代表经济还是有一些隐忧我觉得还是要有居安还是要思维然后居高还是要去思考后面的风险因为我们看到大陆的经济股市确实是上下每一次到3200又拉回来，然后又承袭一段时间，再上去又3200又拉回来，大概都在这个幅度里面已经好几次了。所以大陆的股民内心里面其实是忐忑不安的因为已经折腾了好几次。这次很明显的跟以往是有很大不同的。我们也看到更年轻的，而且从来没有涉足股市的这些心血都加进来了，然后这股氛围很热所以我觉得它会是一股力道往前推，但是不可能一直往上走那它走到一个热度拉回的时候，可能又会有恐慌性的拉回了，也就是说，这种贪婪式的往上一直往上飙升，到时候拉回的这种恐慌性的拉回的力道也就不会小，那就要看它恐慌性的拉回的力道会拉到什么程度，然后如果跌破了它的这个支撑线的话，那可能这一波就结束了。所以我个人的推断是，事实上还是有隐忧，所以大陆的政策的做多继续的在一步一步的在走，这代表什么？整个经济体的评估中，还有考虑到整个国际的经济局势，例如说中东，假设这个乱局再度爆发，油价又涨到破100，那你说这个变局一出现怎么办？欧洲或者美国跟中东都乱起来了，中国大陆的外贸市场是占它 GDP 的37%，那这个会不会产生影响？东盟的国家会不会产生影响？我想这是一定要考虑的。第二个要考虑的是什么？房市，我支持这个亮哥所说的，这个房市的房地产的中介商的话不可信，你要去看的是什么？实价登录，而且要看的是实际上到底成交额多少。